不用常驻拿居留，4国方案谁最牛？这像是岁月静好、保险包好的后备门票计划啊！你会选超便宜但比较忙，还是贵一点但超稳定的路径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今天整理了4个低门槛、低维护、不用住的居留权方案。那就从最便宜的开始，一路深入到最实用、最稳定，看看哪一个最适合你。第一站就从最便宜的亚美尼亚开始。这地方除了有点冷，也挺冷门吧？好像没听过谁移民去那里啊。想要找低门槛的方案嘛，除了打开地图，还要打开眼界。在亚美尼亚，只要在当地开个小公司，注册成个体户，就能申请临时居留卡。如果条件够，诚意十足，甚至有机会一步到位申请到永久居留权哦。开公司，那是不是要请员工、租办公室、报税一大堆麻烦事了？目前最聪明的做法是注册个体户，这是一种简易版的商业身份，让你用最低条件合法开展生意。通常只要个体户有活动，课税一下，运作3到6个礼拜，就能去移民局递交临时居留的申请。所以不用真的开店，也没有规定最低投资额咯。不开店，不用请人，没有投资门槛，但账户最好保持交易活动，显示有在经营。业务在哪里发生并不重要，反正有部分钱留在亚美尼亚的银行就行了。原来又是自己顾自己的套路哦。不过这样操作下来，好像真的可以远端管理耶，只要付点申请费、签证费就能搞定耶。还有律师中介费耶，这里大概2-3千美元吧。这条路特别适合有被动收入的朋友、数位游牧族，或者本来就有海外接案的人。所以本来自己有家公司，在当地开个分公司也行，对吧？对啊，这样更合理。只要定期把部分收入汇进亚美尼亚的银行，保持流水，就能续签居留卡了。那个体户的每月开支呢？只要月收入低于6万美元，每月税金大约在25美元以内。很多人1年下来也是交个几十块美金啊。感觉健身房都比它贵呀，确实是低维护代表。不过需要亲自飞到当地办手续吗？是的，第一次最好亲自去，虽然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办，但要把护照交给对方，有点忠诚考验的感觉，还是自己飞一趟比较安心啦。通常临时居留卡有效期多长呢？一般会先给1年，续签时会看你的个体户公司是否还在运作，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就有机会升级成永久居留卡了。可是你刚刚说一步到位拿永久居留也行，这又怎么办呢？官方网页确实有写，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，但条件描述相当模糊了，并没有明确的金额或要求。言下之意，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咯。或者这样说，就是看文件有多漂亮，律师有多厉害。这听起来很人治啊。对啊，能否一步到位就看政策风向，你递交的资料以及律师的经验能力。稳妥的做法还是先拿邻居，再转永居。那我懂了，反正门槛低，风险也不大，说不定日后公司生意就蒸蒸日上，数据漂亮啦，那就更容易申请永居啦。没错，亚美尼亚的门槛真的很低，日常维护只要交税金，保持流水，配偶子女都能一起申请，也没有居住要求。开办个体户，签证不用住，这个运作下来要多久拿到临时居留权呢？顺利的话，大约3到4个月，一趟飞行，一点税金，几笔流水账，就能换来一张后备门票了。看来亚美尼亚的门票至少3支流，来看看下一个会不会更流呢？第2站飞到充满古文明气息的埃及。该不会要去金字塔旁边开公司吧？不会了，近年埃及政府也学会了招商引资的招数，推出了几种投资换居留的方案。
主要2条路：银行存款或房地产投资。我记得之前都聊过埃及的投资入籍计划，那个要投资30万美元。这次的居留版本有什么不同呢？差别在于，入籍方案是明文写进法律的，而居留计划呢，政府没有公布固定的金额跟政策，这些金额都是由律师从实务经验累积出来的操作门槛。只要外币是合法汇入埃及，能证明资金来源，就能申请。所以不是潜规则，而是实务共识啦。顺便一提，对护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之前的那支影片。那么这次埃及的居留到底要投多少钱呢？先说银行存款，存5万美元到埃及的银行，可拿到1年的居留；如果存10万美元，就能拿到3年的居留。只要保留这笔投资，就能续期，也没有居住要求。那么会有利息吗？现在年利率大约5%左右。这2个方案就是1年1续或者3年1续的差别吗？对呀，不过续签还是要带上文件飞到埃及处理。所以如果能存10万拿3年居留，从持有成本来说是更省事。那房地产的选项呢？房地产方案分为3个：5万美元拿1年的居留，10万美元拿3年的居留，20万美元拿5年居留。那家人可以一起申请吗？当然可以，主申请人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都可以用受养人的身份申请。所以5万美元一家人就能拿到通往埃及的后备门票，还附送金字塔度假计划咯。先别急着打卡，要注意，房产必须在政府登记处正式注册，而目前符合条件的房产只占市场约7%左右，所以买房这条路要多多留心。感觉存款省心啊，那是放着不动就能续的懒人包耶。没错，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，这个计划只是提供长期居住权，并不通往永久居留或者入籍，有点像是埃及版的 SRRV 签证，拿来当后备居留是非常实用，但之后不能升级了。但是不用开公司，不用请员工，放5万美元还能拿利息，没有年龄限制，还能带上一家人，称得上4支流的后备门票啦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第3站来到中美洲的瓜地马拉，这算是一张比较务实的后备门票。难道务实的意思是真的要开公司，还要雇人做生意吗？你猜的8、9不离10了。先讲来听听，要投多少钱？在瓜地马拉投资至少10万美元，并且能产生预期利润，就能获得居留权了。那10万美元能不能拿去买房，然后靠 Airbnb 自动赚租金来经营呢？这种买房做短租的方案可行吗？在实务上，房地产加 Airbnb 短租是可行路径之一，重点在于必须把它做成一门真实的生意，而不是单纯持有房产。换句话说，是不是开个公司来做会好一点呢？没错，常见的做法是在瓜地马拉注册个体户，然后以公司的名义购买房地产，接着与外包物管公司签订合约，所有的收入支出都走公司账户，税金交好，账目干净。这样在移民局看来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了。看来是可以远距托管还能赚钱的生意啊。那么10万美元在瓜地马拉能买到怎么样的房子呢？这关系到能不能真的租出去啊。比如在著名的旅游区，每平米房价大约500至800美金，那么10万美元就能够买到100至200平方的房产了。如果选对地段的话，一年租金收入大约落在1万美金左右。那么经营成本高吗？真的能赚钱吗？订单、清洁、客诉、保养都外包，通常费用占收入的3到4成，再加上税务与维修开支等等，整体成本大约是营收的1半左右吧。只要运营得当，是能保持正收益。所以说用10万美元买房，选对地段，做好管理，是真的能赚钱，还能维持居留权耶。不过这样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不太符合低门槛、低维护的标准啊。瓜地马拉这条路不是懒人包，但胜在够踏实。
而且这条路也能通往永久居留，只要连续住满5年就能申请永居，之后再多住2年，也就是7年后就有资格申请入籍。虽然如此，我觉得2只牛而已啊，毕竟真的要做生意啊。这2只牛应该算是很务实的那种吧。讲了好几个，好像还没找到我心中的5只牛满分选项耶。那么来看看欧洲后备门票的代表拉脱维亚。哇，这是欧盟国家呀，听起来就好贵啊，但应该是物有所值吧。拉脱维亚的居留证是可以直接享受申根区内短期旅行的自由，就是180天内停留90天的规则。而且它没有要求住在拉脱维亚，居留证有效期高达5年，要续签也很简单，绝对是高品质后备门票的代表啊！都是很棒的优点，那重点是要投多少钱，怎么投呢？主要分2种，第一种是大家最喜欢的房地产路径，只要在指定城市购买房产达到25万欧元以上就可以了。是有点小贵啦，但买到的是实打实的欧洲房产，还有没有什么隐藏费用呢？首次申请时必须交一笔手续费给政府，大概是12000多欧元啊，数目不少哦。那第2种方式呢？第2种就是购买指定类型的债券，价值28万欧元，并且持有5年。那债券方案就是借钱出去，5年后拿回本金，是不是比房子更低风险、更省心呢？理论上是的，不过债券的细节，比如是否有利息，就要看当时政府提供什么选择了。而且债券方案需要交的手续费会比房产更高，大约25000欧元。买债券虽然不用管理房屋，但附加费就要高很多耶，这真的是花钱买省心的最佳代表。所以嘛，选择权就在你的手上，是买一套实打实的欧洲房地产，还是省事省心但初始成本更高的拉脱维亚债券呢？最重要的还是数清楚钱包里够不够数啊！2个方案都可以包含配偶以及子女，而且家人不加钱哦，堪称全家人欧洲任我行的优惠计划啦。拉脱维亚是欧盟国家，居留证可以在申根区内任我行，还有2种投资方式任你选，还有5年超长有效期，称得上是黄金版的后备门票吧。这样看来，这张门票的竞争力值5只牛满分耶。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感觉，无论移民去哪里，都要做好功课哦。想了解更多不用住就能拿到居留权的方法，继续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瞧瞧，拜拜。